乌军突袭莫斯科，炸毁俄核工厂，复刻蛛网行动，额外贝加尔弹药库被毁，5000俄军被牵制，苏梅乌军雷霆反击，乌升级航空炸弹射程突破100公里，俄空天军消失了。俄军憋大招，准备7月发起总攻。乌克兰抓住机遇，让对乌援助纳入北约条款，让乌克兰安全成为北约的安全。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恰逢意义停火，北约峰会召开，乌克兰用突袭行动成功将热点从中东拉回了俄乌。据开源情报披露，6月26日夜间，乌军无人机群率先抵达了莫斯科的核心区，俄军防空系统被迫紧急启动拦截，但现场画面显示，莫斯科一带还是闪烁起了火光和浓烟。目击者也表示听到了多起爆炸声。截至目前，俄方未做出回应，可能也不打算回应，毕竟首都老被袭击，承认了面子也挂不住，因此详细损失我们只能等卫星图像披露了。与此同时，莫斯科400公里外的夏诺夫哥罗德地区也在昨夜遭到了无人机群的攻击，其中受袭最严重的无疑是杰尔任斯克的扎亚工厂。据悉，扎亚工厂从事军用化学品和石油天然气的加工，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和工业有关的机械工程。对于这样一座重要的俄核工厂，俄媒自然否认了遇袭情况，声称只是生产车间操作不当引发的意外和大火。但无论如何，俄军核工厂起火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此外，遇袭的还有俄罗斯各地的装甲车维修厂。据战争研究所26日报道，如今的俄军依旧靠着翻新其苏联时代的装甲车来维持前线的装甲攻势，所以乌军就对俄罗斯各地装甲维修厂进行了针对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第81装甲维修厂。据悉，该工厂专门负责维修和现代化 BTR 系列装甲运兵车。自2023年以来，该工厂每年都可能翻新了多达200辆 BTR 70、80、82装甲运兵车。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第144装甲维修厂也遭到了打击，它是俄罗斯唯一一个翻新旧 BMD 步兵战车和维修 BMP-2 和 BMD-2 步兵战车的工厂，每年可翻新100至150辆 BMD-2 和 BTRD 战车。此外，还有位于夏诺夫哥罗德州的阿尔扎马斯机械厂，该厂是俄罗斯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每年翻新和生产的 BTR-82 装甲车数量可能都超过了500辆。不过报道也指出，俄罗斯这些工厂因制裁导致维修用的零部件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加上从仓库拉出来的大多数装甲战车无法立即部署到前线，需额外翻新，以及2023年底和2024年俄军车辆损失惨重，这才有了前线俄军装甲车降级为摩托车的情况发生。据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2025年2月估计，仅2024年俄军就损失了3700多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就是不知道俄罗斯的摩托车在乌军猛烈炮火下能不能跟上俄军的消耗。从乌军近期对俄境内军事目标的攻击，火力军发现其已经从最终产品企业扩展到关键1级或2级供应商，像新库比雪夫斯卡亚石化公司、涅文诺梅斯鸡蛋工厂等多个俄罗斯关键产业链关键供应商均遭到了乌军无人机攻击。更为关键的是，乌军趁着以伊冲突结束和北约峰会开启之际，展开对俄罗斯的大规模袭击，无疑将世界的关注目光再度聚焦到俄乌战争上。乌克兰这是在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态度和能力，即乌军有能力对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核心城市发起常态化攻击，可以通过实力来求得最终的和平。所以接下来乌军很可能将重启对莫斯科的密集空袭，就像6月初那样，隔三差五就发动一波袭击。在莫斯科深处外贝加尔的俄军弹药库突发大火。据莫斯新闻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最东南处的外贝加尔传出巨响，当地大图拉河的一处军事设施被点燃。从现场披露的画面看，这一带的火势规模相当大，并且还在不断蔓延。初步信息显示，设施内的一个弹药库率先起火，随后波及起了附近的燃料仓库。只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俄方给出的起火原因居然是干草起火导致，这样的回答大家信吗？而且弹药库的损失情况俄方也没有回应，所以详细损失我们还是等卫星数据来说话吧。不过据目击者表示，大图拉河附近先后传来了至少50起爆炸声，
而且从夜间到黎明期间不断闪现的火光，也能反映出弹药库的爆炸状况。这应该是6月以来俄军损失最大的一次。现无法确认此次爆炸是否是乌军或当地游击武装展开的破坏，但鉴于近来俄军偏远地区的弹药库总是接连起火爆炸，因此不排除是乌方所为。更何况自蛛网行动后，乌军有实力展开远距离的打击。前线方向，乌克兰空军开始掌握制空权。苏梅方向，希尔斯基将军6月26日表示，乌军通过对库尔斯克、格鲁什科夫斯基、拉伊翁的进攻行动，以迫使俄军指挥部回撤了本来会参加苏美洲攻势的部队，成功牵制了大约5000名俄军。与此同时，随着俄军在边境地区推进速度的放缓，乌军趁势稳住前线，并发起了局部反击。如在昨日战斗中，乌军成功袭击了一个俄军临时据点，不仅将正在集结俄军部队完全覆灭，还通过海马斯火箭弹摧毁了俄军炮兵阵地，至少2门122毫米的高价值火炮。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还再度打掉了俄军搭起来的一座桥梁，维持住了对唯一交通要道的控制。经过确认，乌军已经成功夺回了安德日伊夫卡地区和奥列克西夫卡以南的其他阵地。目前，乌军第225突击团已经反推至距离边境仅6公里的尤纳基夫卡一带。如今天凌晨时，乌军再次对俄军阵地发起反攻，最终在米罗皮利亚的战斗中击溃俄军1个营，毙伤60余人，还俘虏1个派俄军。乌军向尤纳基夫卡村推进了700米。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空军目前非常活跃，不仅苏系战机踊跃出击 ，F-16也开始双边对作战，不断打击俄军指挥所、弹药库、桥梁、部队集结地等军事目标。从北线边境到南线赫尔松，几乎都能看到乌克兰空军的身影。配合着乌克兰升级后的航空炸弹，俄军控制区到处都燃起了大火。据悉，乌克兰已将传统的500公斤炸弹转换成了精确制导武器，目前该炸弹的射程突破了60公里，而100公里的新版本也已通过了测试。这样的操作模式与美制的 JDAM 炸弹类似。让人疑惑的是，自 F-16打下一架苏35后，俄空天军不见了踪影。开战之初，俄罗斯宣称消灭了乌克兰空军，但如今自己却率先消失。无论苏34还是苏35，都已经很长时间不见踪影了。那会不会是俄军在憋大招呢？路透社26日援引一名韩国议员的话报道称，朝鲜很可能会在今年7、8月份向俄罗斯派遣数量不详的朝鲜军队和大量火炮弹药和导弹，以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作为回报，朝鲜可能会从俄罗斯那里获得有关卫星发射和导弹制导系统的技术。对此，战争研究所给予了肯定，因为其已在库尔斯克州观察到了朝鲜增兵和提供大量火炮弹药的证据。此外，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朝鲜可能会向乌克兰领土部署朝鲜军队，称朝鲜人员很可能已在乌克兰领土上作战，这将代表一个重大的战场转折，即俄军会把握这次机会，加大在多条战线上的同时进攻，尤其在博罗瓦莱曼、科斯加季尼夫卡以及诺沃帕夫利夫卡方向的同时进攻。但从已有的美日战报数据看，俄军进攻强度明显降低，说俄军在憋大招。可问题是，北约卫星和侦察机目前没有看到俄军大规模集结呀，因此火力军个人比较倾向俄军打不动的推测。朝鲜派兵援俄也只是想维持住进攻，不想被乌军反推。回到战场上，恰索菲亚尔方向，乌军第1坦克旅一次性出动20辆坦克和10余辆装甲车，击穿了俄军第1坦克禁卫军第4旅防线，在西北方向形成了突破，控制了 M04 公路的入口处。托列斯克轴线上，俄军以重兵在德鲁日巴西南方向发起进攻，最后占领了迪利伊夫卡村，目前已开始了对比拉霍拉这个小村庄的争夺。乌军则收复西北方向的亚布卢尼夫卡村，并让第100机步旅和哈尔科夫独立团在 T0516 公路以东机动防御，大量杀伤俄军有生力量。红军村方向，乌克兰坦克营指挥官26日报告说，俄军正继续以1到2人小队进行步兵突袭，有时会用上摩托车进行简陋的骚扰式进攻。在该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旅的发言人报告说，俄军正不断发起进攻，但截至目前毫无进展。乌军则通过无人机和空军先后摧毁了俄军8个炮兵阵地，之后乌军第47精锐旅趁势发起强攻，夺回了此前丢失的高地。但俄军攻占了红军村东北方向的马里尼夫卡村，这个村子位置非常重要，位于狭长的突出部，因此乌军调来了第72旅试图恢复阵地，
目前双方正在激战中。南线扎波罗热方向，一名乌军报告说，俄军虽然不分昼夜地进行袭击，但据他所说，俄军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是暂时占领定居点郊区阵地，然后拍摄士兵插旗的镜头，而不是确保地足点和坚守阵地。赫尔松方向，乌军自24日强渡第聂伯河后，已将桥头堡扩大到了7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据 Austra 频道报道，乌军还利用 FPV 无人机连续投掷了5枚炸弹。现场画面显示，至少有2枚炸弹击中了俄军舰艇，造成船体起火爆炸，很快沉入海底。俄方尚未回应此事，具体消息有待确认。不过初步预计应该是一艘小型登陆舰。早些时候，乌克兰还对克里米亚的海军基地和空军机场发起了一次联合袭击，并在战斗中动用了远程导弹，这都反映出黑海战事的激烈程度。而赫尔松至克里米亚沿岸更是交火的焦点地区，因为这里是俄军通往南部战场的重要后勤线。今后黑海舰队余下的船只还会成为乌军的打击目标。就像之前分析的那样，乌军同时打击俄海空基地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如今的俄乌战争已揭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乌军大批先进装备投入战场，并在空军的加持下对俄军发起雷霆反击。而在战场之外，乌克兰同样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稳住了美国，让大家认同了乌克兰安全就是北约安全。在北约的海牙峰会上，泽连斯基终于再次和特朗普会面，与前2次的不欢而散，这次气氛明显好得多，两人长谈了50分钟。那这次会谈都谈了什么？谈得怎样呢？在火力军看来，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面完全可以说是欧洲国家尽心为特朗普设的天局，就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首先，所有成员国都同意了他的提议，到2035年将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5%。只要是夸特朗普的话，各国代表都毫不吝啬地输出。吕特秘书长更是给特朗普发了一条很肉麻的短信，把他夸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国总统。从吕特的表现可以看出，欧洲已经掌握了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方式。既然你喜欢好大喜功，那就给你戴高帽，反正有的是。欧洲国家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稳住特朗普，免得他像上次在G7峰会上一样提前离场，并确保他与泽连斯基会面。和这样的大宝贝打交道，相信欧洲政要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累。这一点也能从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第一次发推没有实质性内容看出。他的原话是：我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富有实质性的会谈，我们涵盖了所有真正的重要问题。我们谈了如何实现停火与真正和平，我们讨论了如何保护我们的人民。我感谢总统先生，我感谢美国，感谢各方帮助和实现和平的意愿。情真意切，但却没有丝毫实质性进展。3个小时后，泽连斯基发了第2条帖子，这条帖子比较长，大概意思就是透露了泽连斯基在会谈中向特朗普提出购买美国防空系统的请求，还介绍了换服和交换阵亡人员遗体情况。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首先，这是购买，不是无偿援助，能够让动辄就把纳税人的钱挂在嘴上的特朗普及其团队无话可说。如果特朗普拒绝，就会让美国军工财团不满，因为这些防空系统和弹药并非攻击性武器，而是用于保护乌克兰平民的，与特朗普自己经常宣传的生命逻辑一致。特朗普没有理由拒绝，而所需的资金自然是从冻结俄罗斯的资产中出。若是能成，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和弹药，将帮助乌克兰瓦解俄方战略意图，即通过恐慌逼迫乌克兰投降。此外，从乌克兰提议购买美制武器可以看出，乌克兰和欧洲早就不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提供无偿援助了。但把特朗普留在北约，起码不会让其完全倒向俄罗斯。事实上，只要特朗普不拖后腿，在欧洲以及整个北约联盟阵营支持下，乌克兰完全有把握赢得胜利。当然，也幸好俄罗斯够蠢，通过以伊冲突得罪了这位傲娇老人。如当被问及普京是否有侵吞乌克兰的领土野心时，美国总统回答道：也许吧，我的意思是这是有可能的。我知道的是，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争，他想摆脱这场战争，这对他来说是个麻烦。此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被吹高兴的特朗普还向盟友保证，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对于这种对未发生事件的保证，大家听一听就好。不过也正因如此，才让乌克兰抓住了这次机会，最终成功在峰会发布的声明中，让北约将持久保护乌克兰主权安全写进了声明里，而且还特别指出，乌克兰的安全就是北约的安全。
彭博社对此评价称，此前普遍认为声明中不会出现包含乌克兰安全的内容，如今增加了这项内容，证明乌克兰与欧洲的努力是有效果的。该项声明或许是泽连斯基在此次峰会上的最大收益，也将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正式纳入了条款范畴。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记重拳，预示着其对乌克兰的侵略，北约绝不会袖手旁观。所有伟大和胜利都是熬出来的，现在乌克兰终于熬出头了。近日，乌克兰西部空军司令部在其官方 FB 账号上首次公开展示了一款新型国产拦截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的设计目标是专门用于对抗俄罗斯军队使用的伊朗制见证者136无人机。该拦截无人机由碳纤维制成，配备了高推力发动机，可通过移动弹射器快速发射，旨在实现高速度、高声线和长续航。其操作相对简便，操作员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培训并投入部署。据乌克兰官员透露，该系统已在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及部分地面旅投入实战，并优先部署至袭击频发的前线地区，以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该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极高的成本效益。据称，单架无人机杀手的造价仅为$5000，远低于爱国者或 IRIS-T 等西方先进防空导弹的单次拦截成本。在俄罗斯持续增加见证者无人机产量和使用频率的背景下，这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对于乌克兰构建可持续的防空网络至关重要。尽管乌克兰军方出于作战安全考虑，尚未公布该系统的全部技术规格和具体战果，但初步测试显示，这架拦截无人机具备拦截中远程目标的能力。该项目由军方、私人开发商和志愿基金会共同资助，可以说是乌克兰勇敢1号平台的又一个成功例证。近日，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表明 ，F-15EX 项目面临供应链与生产的双重问题。在政府问责局近日发布的年度评估报告中指出，尽管美国空军的 F-15EX 战斗机已进入全速生产阶段，但其供应链及生产风险非常大，尤其影响了 F-15EX 上的 EPAWSS 电子战套件。目前 F-15EX 面临着3大问题：首先，显示屏、航炮系统及钛部件等关键零部件存在短缺。其次，波音公司需要在2026年4月前将月产量翻倍，以满足未来的交付需求。最后，由于该机型原为卡塔尔设计，其网络安全弹性未能完全满足美军标准，目前美军仍在进行相关评估。不过 GAO 也承认 F-15EX 早期的机身质量缺陷已经大大改善。报告指出 ，F-15EX 项目正通过模块化、开放系统升级等方式应对供应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航空业内人士回应称 ，GAO 的报告数据可能存在滞后。制造商波音与 BAE 系统公司均表示，目前 F-15EX 的交付与 EPAWSS 系统的生产供应均按计划甚至超前进行，并已采取措施确保供应链稳定。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地区局势紧张，日本防卫省正在考虑取消今年的秋季舰队检阅活动。据日本政府官员透露，原定于今年秋季在香磨湾举行的海上自卫队舰队检阅可能不会如期举行。防卫省消息人士称，此项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持续增强，海上自卫队的监视与戒备任务压力持续加大，需优先保障前线执勤，没有余力组织关键事等大型活动。上一次的关键是原定于2022年10月，但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对公众开放的部分改为线上进行。参加检阅的包括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的战机、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加坡、韩国、英国、美国等12个国家海军的多艘主力舰。然而，目前日本政府内部认为，在当前安全形势下，将执行监视任务的舰队和战机抽调用于仪式性活动不合时宜。考虑到海上自卫队长期面临人员和舰船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其战备执勤的负担。据悉，防卫省正在探讨替代方案，例如将少数舰艇停泊在港口，举行一场小规模的公开活动，以取代传统的大规模海上阅兵。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朝鲜援俄是为了帮助俄军总攻，还是为了稳住前线防线，不被乌军反攻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